平安末期，这个世道，但凡有人说平家一句不对，就会立刻被称为秃童的人抓走。父亲带着孩子上街，小孩正好目睹了秃童抓人。对于说平家坏话的人，他们会残忍的对待。小孩觉得这些人太过分了。秃童听见后，立刻走了上来，决定处决孩子。父亲表示，孩童无心之言，望勿怪罪。然而秃童不依不饶，让父代子受过，当着孩子的面杀死父亲，血溅在一同孩子的眼睛上。他恍惚间看见了悲剧的未来，有人在耳边歌唱，盛极必衰是常态。此时的平家正是纸醉金迷、穷奢极欲之姿，有人在起舞，而平家的家主平清盛和季氏正在观赏。他躺在季氏的膝盖上，看着弟弟送上贺礼。他们平氏一门此刻是如日中天，无比荣华呀。家主正妻的长子平重盛成为天皇的左大将，季氏所生的次子平之盛是中将，平重盛的嫡长子平为盛也是少将。一门6重臣，能登殿者30余人。日本66区，目前他们平氏独掌33区，可以说除了他平氏，无一可称人。何等的嚣张跋扈，根本没把天皇放在眼里。所有平家人都欢呼大笑起来，唯独家主嫡长子平重盛面无表情。平重盛和家主说话一向比较收敛，而他们一家之所以有这么奢华的生活和权利，全赖掌握了海上的话语权，有经济还有兵马。家主表示自己准备在福原定居，因为哪里有海，他们就要在哪里造港口，和海对面的宋国交易。这样一来，平氏会变得更加繁荣。但是家主要离开京都，所以让平重盛接手京都的家族。而家主的父亲可是平氏第一个能上殿面见天皇的武士。当时武士被斥责无礼之人，但是父亲却用银锡包裹竹刀吓退了一群人。家主觉得这样的父亲很有趣，而平重盛连听到家族荣盛都不笑，甚是无趣。殊不知平重盛其实有只眼，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。送走父亲，平重盛听见了琵琶声，他顺着声音见到了弹琴之人，正是被杀死父亲的孩子。这个孩子也叫琵琶。他告诉平重盛，平氏即将灭亡，他的眼睛能看清未来发生的事情。此时武士听见动静想动手，被平重盛制止，因为平重盛也能看见。他曾以为只有自己能看见。平重盛说自己能看见亡者，其中还有琵琶的父亲。他知道琵琶的父亲被平氏的武士杀死了，内心无比震撼。面对哭泣的琵琶，他竟然选择了道歉。琵琶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也一起杀了，可平重盛跪下道歉，他也没有杀死敌人的力量。最终平重盛决定收养这孩子。侍女们看着虫子跳蚤很是惊讶，不过既然是平重盛带来的人，还是将他带去洗澡了。裤子一脱，他们才知道琵琶原来是个女孩。平重盛本想留琵琶做个侍女，但侍女却言琵琶不想做女孩打扮，因其父亲从小把她当男孩养。平重盛叹气，到底是平氏对不起这孩子。琵琶饱餐一顿，平重盛才知他姓名，但琵琶父亲从不叫他的名字，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叫什么，于是给自己取名琵琶，因为他除了父亲最喜欢的就是琵琶。平重盛希望琵琶在这里住一段时间，但琵琶躲开了。不过平重盛也坦白，他留琵琶是想知道琵琶眼中的世界，想从其中找出拯救平氏一族的办法。琵琶说父亲从不让他看前路。之后平重盛又把自己的4个孩子叫来，次子好奇琵琶是谁的孩子，琵琶表示是琵琶法师之子。次子顿时露出嫌弃的表情，卑贱之人，气得琵琶要抽他。平重盛赶紧拦住，倒是长子为盛非常礼貌地问好。琵琶和次子互相厌恶，为盛倒像是个温柔的大哥哥，陪着琵琶，还会给他递小点心。恰逢春季，樱花飘散，琵琶觉得很漂亮，而平重盛则看着他们玩耍。晚上，琵琶拨动琴弦，目光却落在了平重盛身上。琵琶说他看不清前路，但平重盛却很喜欢他的眼睛。琵琶说父亲很害怕他的眼睛，平重盛则认为自己的眼睛更可怕，因为他只能看见黑暗中的王者，而琵琶却发现他看不见平重盛的背影了。第二天，次子问琵琶要不要去狩猎，琵琶拒绝了，就见到了家主和季氏的女儿平德子。那是一个大美人，看起来非常的温柔。
次子听说家主要从福原回来，于是高兴地准备去狩猎，而平德子却一语道出琵琶是女孩。对于琵琶做男孩打扮，他似是不赞同，又有些羡慕，因为他知道作为女子并不幸福。此时风过，琵琶只觉得眼睛刺痛，恍惚间他看见平德子被海浪卷走。当天下午，次子却挨了一顿毒打回家，因为猎鹰回来太激动，经过摄政殿下的马车没有行下马礼，被斥责无礼。平重盛叹气，虽是无礼，但对孩子如此粗暴也不合理。但是错确实在次子身上。门外偷听的琵琶顿时咧嘴笑了。你猜他为什么不一起去打猎？本来平重盛打算去找摄政殿下亲自道歉，但是家主却拒绝了，他要让自己的猛士动手。于是300多人将摄政的马车围住，将其驱赶下马，削掉发髻，丢尽脸面。家主猖獗大笑，平重盛却十分无力。这事分明是他平氏儿童顽劣，有错在先。家主认为不能让别人小看平氏，而且这很有趣。平重盛哑口无言，这分明是被骄纵到失去底线。天皇祖父得知此事，连连叹气。本以为家主离开京都就不会再惹是生非，可现在根本就不把朝廷放在眼里，平家的颓势已经开始了。平重盛并没有放纵次子，而是将其赶去了医室反省。妻子十分心疼，非要如此吗？那孩子虽是失礼，但真正下令动手的不是家主吗？平重盛知道，可他没有办法。家主已经被权力腐蚀，只觉得平氏张扬便是权力在握。平重盛遣散了那些武士，将次子也送去反思了，并告诫家主，朝中已有不少人因这件事对平氏不满。家主不以为然，还表示要送平重盛灯笼做礼物。因为平重盛经常在家点灯笼，也被外人称作灯笼大人。家主不明白平重盛为何如此怕黑，但琵琶却说，你这家伙根本不知道黑暗有多可怕，被平重盛强行按回去了。但是家主却盯上了琵琶，觉得他很有趣。但是既事先发飙了，你竟然还打平重盛弑童的主意。平重盛拒绝了，并带着琵琶离开，见到了平德子。平德子松了口气，这次琵琶过来其实是平德子请求大哥平重盛带来的。因为平德子曾经有个妹妹，但是对方6年前出嫁，他就已经找不到说体己话的人了。那时候妹妹也才9岁，却因联姻嫁给了一个有5岁孩子的男人。结果婚后刚2年，男方就去世了，妹妹11岁就成了未亡人，还要抚养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。但因此妹妹也获得了藤原家的领地和财产，如果不是妹妹，就是摄政拿到了，所以对方才会对次子下手苛刻。但对于家主而言，他们都是棋子。这时的家主还在看舞蹈，就连平德子也马上要出嫁了，她才16，结婚对象才10岁，而且对方的父亲竟然是目前的天皇祖父，天皇即将娶的就是平德子。因为他们需要强大的助力，平氏眼下是最好的人选。但天皇祖父啧了一声，倒是让平氏家主占便宜了。不过嘛，不帮忙他们一脚踹开就是了。平德子和琵琶聊得很开心，约好下次再见。琵琶想起平德子被海浪卷走的事情，最终还是犹豫了一下没说。这时有马车过来，琵琶下意识以为是母亲，因为父亲说过他的母亲也是白拍子，这个似乎是知王，家族有3个白拍子，多是武者。从前家主最为疼爱知王，但最近却看中了一个叫佛御前的白拍子，于是就把知王赶走了。但是又怕佛御前寂寞，所以又请知王回来和佛御前说话。以家主的性格，对方拒绝可能会出事。平重盛因为能看见鬼，所以从小怕黑。琵琶则害怕看见未来，黑暗和未来都令人害怕，但当下却是值得享受的。之后平重盛卸任了官职，并找到天皇祖父赔罪，将为天皇准备礼服的任务交给了弟弟。天皇祖父出家是为了让儿子继任，但是平氏家主出家可相当的肆意妄为，明明出家了，却还是不愿远离红尘，还在看白拍子。这番话就像是敲打，平重盛直接表明他效忠的只有天皇，绝不会像家主那样肆意妄为。晚上天皇祖父和正室聊天，感慨平重盛还是循规蹈矩，找不出毛病。正是微笑，那可是号称平氏唯一的良心之人，在先前的战役中用一番话鼓励士兵，从而声名大噪。可惜平重盛虽是长子，
却非家主季氏所生。之前那场大战，他们本打算削弱敌对家族的影响力。出发前，平重盛也劝过三思而后行。那次本是最好的压制对敌的机会，但即使是天皇祖父亲自下令，也没能调动平氏。他知道肯定是平氏家族的家主在捣鬼。正式表示，平重盛早晚会成为平氏家主。他对天皇赤胆忠心，再将他妹妹迎娶进宫，便可掌握这棋子了。但天皇祖父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之后，琵琶准备去别处，维胜看起来很无聊，琵琶便说自己回来再陪他玩。维胜说他架子真大，琵琶便故意回头吓他。然而飞过去的鸟声却把维胜吓得够呛。平重盛看到这里黯然失笑。琵琶去见了平德子，对方请来了之王表演，琵琶负责伴奏，他看着之王的舞蹈如痴如醉。一曲结束，平德子和之王都很照顾琵琶，一边给他擦嘴，一边告诉琵琶自己的母亲也是一位白拍子，曾经见过一个和琵琶一样的一同白拍子，听说对方也有过一个孩子，但后来被一个贵族看中，被强行带走了。琵琶不知道那是不是自己的母亲，平德子便表示自己会帮忙打听，希望有缘母女两人能再次相见。再次相见让琵琶很是高兴，他觉得这样就会对未来有期待，于是约好和之王再见，还想再看他的舞蹈。而之王和琵琶告别后去陪佛御前说话了，两人对视，竟是相视一笑。琵琶回去后见到了维胜，维胜好奇琵琶在干嘛。此时平德子过来了，琵琶问什么时候能见到之王，没想到平德子露出失落的表情。琵琶立刻冲出家门，在寺庙里见到了之王。原来之王一家母亲妹妹都选择了出家，因为太恨了，一时兴起便将他们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宛如家主的妻子一般。但出家后就能安稳度日了，只是遗憾不能再赴约琵琶。但琵琶觉得只要他高兴就好。他离开寺庙的时候，又看到有个身影朝那里赶去，他看到了他们的未来。原来匆匆赶去的人，竟是目前被家主盛宠的佛御前。他见到之王失宠的下场，深谙女子身不由己，便以削发为尼，追随之王一同出家，五寺作伴了。琵琶露出笑容，倒也不是坏事。晚上，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平重盛，明天还想告诉给平德子，却被告知平德子已经确认年末就要嫁入天皇家。天皇祖父和正室都很满意平德子。琵琶匆匆赶到，平德子很遗憾没能常见面，因为自己最近要做的事情很多。琵琶记得他的未来，也不想让平德子去。平德子知道他是担心自己，相信下次他们还能再见。但平德子上车的瞬间，琵琶被看见了车马前行，平德子被卷入了水中，恍若窒息。6年转瞬即逝，福原的新港口也建设好了。家主命维胜献舞，对外称是为了让入宫的平德子早日怀上皇子。有人夸赞维胜的舞，也有人认为武士不学武却追求身形秀美没有前途。琵琶还是6年前一样，似乎没长大过。而平重盛的弟弟也是季氏的长子，动辄就来找茬。他觉得入宫6年，陛下都6岁了，想怀上皇子绝不容易。维胜他们关心琵琶，琵琶却说不喜欢平之盛。平之盛是季氏的长子，而平重盛是嫡长子，而且在战役中大放光彩，是家主认可的将来的平家继承人。次子觉得他看不惯更优秀的哥哥很正常。琵琶说次子和平之盛一样坏心眼儿，气得次子嗷嗷叫。他表示自己很崇拜哥哥，因为维胜秀丽非凡，举手投足都是贵族姿态，却忘了平家是武士出身呐。而维胜似乎做什么都有些顾忌。之后琵琶又见到了平德子，他有些担忧平德子。平德子却说这孩子不生也好，生下来自然是可爱的，可对方必然会受很多苦。这时次子找了过来，表示要护送平德子回宫，他特意去换了一身衣服。平德子悄悄告诉琵琶，因为次子爱上了他身边的一个侍女。琵琶露出了吃瓜的表情，那位侍女确实是相当漂亮的女子。她说法皇天皇祖父即将到来，然而高仓天皇却走了出来，他表示自己要稍微出去一下，他似乎不想去见法皇，他也会对平德子说对不起。平德子不但不生气，还同意他去。自己有些担心，因为大家都知道
高仓天皇肯定是去见小都局夫人的。平德子并不计较，他觉得高仓天皇也是个可怜人，有个地方能慰藉他的心也挺好的。于是次子便表示自己去见法皇吧，谁都能看出他就是想多留一会儿。法皇的夫人已经离世了，他也不太看得上自己的儿子。就在次子陪法皇唱歌的时候，高仓还在和小都局翻云覆雨。平重盛知道平德子回来，却不能去见面，因为前段时间他兄长途经统治加贺国的藤原那里，本想借点热水沐浴，被拒绝后和僧人起了矛盾，竟一怒之下点燃了寺庙。那寺庙关系渊源，于是朝廷上有大师要求处置烧寺庙的家伙。烧寺庙的那人的家长找法皇求情，认为儿子管理得很好，没要求加分就好了，还处刑。平重盛也在，他知道不管的话，寺庙那边收不下去。然后僧人暴动了，数千人涌入大内，表示烧寺庙是打他们严立寺的脸。于是平重盛这个武士被丢上了战场对敌。平重盛只想击退僧人，特意下令驱逐即可，不伤神教，因为里面还居住着神明。然而乱箭无眼，如何可能不伤？僧人受伤，神教受损，神宫寺主持被射杀，信徒也大量负伤。大战结束没多久，一场大火烧透了京都。平重盛感慨，或许这就是神明的报复。藤原成亲是法皇亲信，他妹妹是平重盛的夫人，他的女儿更是嫁给了维盛，两家算是亲上加亲。也有大臣觉得平家此前战斗不够绝对，而朝廷的力量大部分都在平家手里，再这样下去，这些人都要骑到法皇头上了。于是有人提议，不如动用源氏的力量。可此前平治之乱，源氏落败了呀，家主已经身亡，但是其子源赖朝还在。一旦法皇下令，到时必然会有人响应。法皇只有一个问题，能扳倒平家吗？好，直接快进到了粮仓幕府。这边已经讨论上要如何处理平家了。平重盛收到消息，家主把2位大臣给抓了，说是听见2人在会议上密谋对平家不利，席位有人恐惧，便朝家主告密。结果家主现在抓人问责了，不但如此，还将人踹倒在地，不断斥骂，只因对方表示他武士出身，却妄图凌驾贵族之上。不但如此，维盛表示岳家藤原成亲也在，甚至法皇虽然现在没出事，但家主也想抓他。再这样下去恐是不行，平家要乱了。于是平重盛下令叫人让维盛他们不要离开家里。自此他们看出维盛在恐惧，觉得他还是胆小了。可维盛知道法皇想让平家死，似乎一切都改变了。他感觉到风雨欲来的恐惧。琵琶立刻冲出了家门，随着琴弦声响起，他看到有人被枭首，于是追上了平重盛，想让他一起回去，但平重盛拒绝了。于是琵琶表示要和他一起去，平重盛也不同意。琵琶说父亲和平重盛说过一样的话，看来是真的把他也当作亲人了。没办法，平重盛带着琵琶一起进入宅邸。家主身穿盔甲，平重盛劝他别找法皇，如今平家势头不妙，万不能随意行事。家主认为是密谋的错，平家为朝廷效力，对方却妄图灭族，陛下何故谋反呢？他说只是请法皇在家小住罢了，让他们知道和平家作对的下场。平重盛便坦白自己也在府中举兵，但这却是为了讨伐家主的。好，开怀大笑了，属于是。平重盛表示平家有如此殊荣，是顺忠法皇，而自古忠孝难两全，他进退两难，要是父亲还要动手，那就先斩下他的头颅吧。于是计划便搁置了。平德子怀上了孩子，但是一直被恶魂缠身。平重盛能看见那些鬼魂，平德子还在噩梦中驱赶鬼魂。高仓很是担心平德子的情况，他也对平重盛表示了感谢，说如果不是他，法皇很可能会被幽禁起来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天都沉浸在唱词写曲中。看着法皇失去意志，他也很难过，但平重盛表示他们平家只听命天皇。琵琶知道平重盛看见了鬼魂，但没有想到是被家主砍掉的那个大臣的鬼魂，还有那些被流放的其他的大臣。平重盛准备去见家主，让琵琶跟着次子回去，结果琵琶撞见次子追求侍女被拒绝，据说对方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自己被玩弄了感情，呜。次子还问琵琶有没有喜欢的人，大家早就发现她是女孩子了。
次子还想找个对象刺激一下侍女，问琵琶愿不愿意配合，被琵琶抽了一耳光。家主得知平德子是被怨魂诅咒，为了让其平安诞下孩子，下令释放被流放到鬼岛的人，唯独没有饶过一个大臣，因为密谋在他家进行，而且另外2人写书求饶反省，唯独那人没有。不过平德子确实好了一些，之后韦胜也结婚生下了孩子，他岳父因为说错话被流放，食不果腹，最终饿死他乡。要是平德子再生下皇子，家主怕是权势滔天，不知这将来又会是什么局面。终于到了平德子生产那天，四周满是驱邪之人，孩子平安诞下，是个男孩，不出意外便是下任天皇。家主很是满意，但平德子很担心，所以他私下问了琵琶是否能看见这孩子的未来。他并不忧心自己，只想知道孩子，但是琵琶却说看不见，可其实他能看见。那孩子和平德子一同沉入了海浪。之后平德子的妹妹去世，平重盛倍感惋惜，平德子很难过，为何不为妹妹再觅夫婿？外头现在都在传妹妹死去是因为出身贫家却夺取藤原家财产，所以这才招来了神罚。一场大风带来了不少灾难，但家主不但不打算救人，还一心惦记藤原家产。平重盛从阴阳师那里得知，死后100日还有大乱。琵琶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，什么都改变不了，所以还不如什么都不看。平重盛叹气，他也能理解，毕竟自己的连襟也没了，他只能期望父亲不再奢求更多荣华富贵。如果父亲还继续惦记，他只能祈求神明，希望不要让平家的后代受辱，为此折寿也可。长辈造的孽，最终却让后代来还了。琵琶睁眼就看见平重盛身上有一股火焰被折走，韦胜拦住了想说真相的琵琶。韦胜陪着琵琶玩水，弄湿衣服。有下属说韦胜这样仿佛穿了丧服，但平重盛并不在意这话。可自从山上回来后，平重盛身体愈发不适，就连饭都吃不下了，还要撑着去见法皇。法皇看出平重盛的不适，也知他是忠臣，只希望平重盛一定要好好活着，至少要比家主活得久。之后法皇又见到了平重盛的几个孩子，众人都感慨平重盛的病太突然了。琵琶却想起了那突然烧起的火，而次子看出法皇忧心，于是主动推出吹笛子的弟弟和琵琶，表示他们可以唱歌给父亲祈福。法皇还真就答应了，并且把众人给逗笑了。韦胜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叹气，明明父亲还在病重啊。不过平重盛却觉得无事，是该让笑声驱除晦气。他说韦胜和自己一样太忧虑了，一定不要郁结于心。当晚平重盛做梦来到了春日大明神那里，有神明说要取走首级，还说平家气数已尽。平重盛梦醒后顿时泣不成声，于是拖着病体将家传的名刀小乌丸赐予了韦胜。平重盛说自己已经无力再劝阻家主了，只希望韦胜能拖住家主。之后家主也收到消息，平重盛快不行了。琵琶赶到床边非常的难过，平重盛道歉不该牵连琵琶进入平氏的灭亡，祈求琵琶为他演奏一曲。当下的琵琶便和未来的他一样，弹奏了一首琵琶曲，曲意凄凉，泪化为花。平重盛听罢便和睦长去。琵琶深感自己什么都做不到，看见他离世后更是泣不成声，哭泣声顿时传遍了整个宅邸。琵琶却听见了平重盛的声音，他继承了平重盛能看见鬼魂的眼睛。琵琶继承了平重盛的眼睛，平德子的孩子也出生了。他在逗孩子的时候，被平重盛的弟弟怀疑是平重盛的私生子，毕竟高仓天皇又生了一个孩子。不过那个孩子是妾室所生的，甚至不是之前的小都菊，而是一个叫直子的夫人。家主得知平重盛去世后十分难过，隐居福原不出。法皇得知后很是幸灾乐祸，同样高兴的还有当年打了次子却被家主霸凌的摄政。法皇觉得这还真是天赐良机，先是没收了平重盛曾经掌管的领地，而后又收回了平德子妹妹继承的藤原家的财产。小动作不断，直接惹怒了家主。家主摆驾回了京都，将摄政王和所有参与此事的人全部卸职流放，甚至连法皇都直接请出宫去了，算是直接幽禁了法皇。这一次可没有平重盛出来阻止了。
对于法皇这波算是丢了脸，彻底恨上了平家。再之后，天皇退位，平德子的儿子登上天皇之位，成为了安德天皇，获得了八尺镜、天丛云剑、八尺琼勾玉日本3大神器，这是日本天皇的象征。而安德是历代天皇中继位最年少的，平德子非常的担忧这件事。而之后家主甚至还让天皇去神社看看。平重衡是一个享受艺术的人，次子觉得这个情况不是享受的时候，而平重衡其实是想逃避继承家主之位的哥哥。这家伙看上别人的爱马，不顾拒绝，执意讨要，甚至还强行给马匹取了和原主人一样的名字，硬是夺走了那匹马。明明是新任家主，却如此做派，属实丢人。另外，高仓退位后参拜了神社，目的是想放出法皇。次子叹气，但凡父亲还在，法皇都不至于被如此对待。平重衡知道之后他们得好好扛起平家才行。他知道琵琶被平重盛照顾得很好，所以告诉琵琶之后有麻烦可以来找自己。被夺走马匹的大臣泣不成声，甚是怀念已故的平重盛，对如今如日中天的平家可以说是恨之入骨。所以他们想让仁王出兵覆灭平家。仁王算是被架上火炉烤了，不过他却也是动了想法。但是消息很快传到了平家那里，平重衡得知后立刻让下属通知了家主，家主迅速赶回，并下令抓住仁王，立刻流放。仁王一行人也没有想到消息败露的如此之快，只能先躲藏起来，等待招募的元士赶到。家主匆匆赶回家中，所有人都在商讨这件事。高仓收到消息，仁王女装出逃寺庙，但平德子担心家族不会退让，直逼寺庙。高仓说仁王向延历寺也发了求助，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家主给延历寺发了2万担的大米，早就将那里的僧人收买了。仁王在那里歇脚，他们就能第一时间拿到情报。家主直接下令让儿子担当大将出征，就连韦胜也被叫过去参战镀金了。次子和琵琶都很担心韦胜，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一向胆小怕事，比起战士，恐怕舞蹈更适合韦胜一些。然而战斗已经开始了，这场战斗也是个笑话。前头就是大桥，却无斥候查看，一群人蜂拥而至，桥板却早已被拆。虽然大将发现了，但为时已晚，200人接连坠河，于是改为2军对射箭矢，而敌军也有猛将，不穿护甲站在防护前面劈开箭矢，那边军心大振，韦胜始终没法开弓。正如次子所说那般，韦胜确实是个胆小的。平重衡意识到桥面太窄，劝大将先后撤，过桥就算了，不如改为渡河。他也看出韦胜的恐惧，让他不要紧张，冷静下来，找到对手的弱点，再一举攻破。众人一起渡河，韦胜将前方的战斗和惊起的飞鸟尽收眼底，内心却是翻涌的恐惧，他太害怕了。最终战事大捷，仁王在慌乱中被箭矢穿心，怂恿行动的袁氏父子被宰，就连藏匿仁王的寺庙也被烧了。家族大肆夸赞平重衡，但对方并不高兴，只是晚上战斗迫不得已，没想到火势会如此之大。韦胜哭得难过，平重衡安慰他，这次战役袁氏元气大伤，以后应该不会再战了，却不想这只是悲剧的开始。琵琶发现平德子并不开心，平德子说高仓和侄子夫人已经有了第2个孩子，甚至很少来看安德这孩子。其实一开始平德子并不喜欢高仓，但是有一次赶上枫叶红火，工人用红枫烧温酒，周围人吓得不轻，但是高仓并没有责怪他们。平德子觉得他很温柔很宽容，和他身边的其他人不同，况且他也没得选择。但是平德子知道高仓比起自己和别人待在一起会更舒适，毕竟自己平家之女的身份就是块巨石。仁王和高仓虽不是一母同胞，但好歹是兄弟，平家却杀死仁王，做得很过分。他没有办法，只能选择原谅。不论是平家还是法皇，亦或是仁王，他没得选，只能选择原谅，只能相信这世界上不只有战争。琵琶一愣，不知父亲是否原谅了，也不知道平重盛原谅了没有，但韦胜却陷在了噩梦之中，醒来便嚎啕大哭。战役结束，家主嫌弃京都晦气，打算迁都福原，因为计划匆忙，宅邸都没建好，
但要是留在京都会被当作反对平家，所以只能拆掉在京都的宅子，送木材过去。平家这一动，京都大半的街市化为了一片废墟。次子想到这里很是无奈，父亲的死也让他成长了许多。不过老三倒是觉得福原也挺不错。三人在海边打闹的时候，一个叫敦盛的美少年走了过来，他是叔叔家的公子，似乎是很想结识老三，并表示很想听老三的笛声。原来俩人都对风雅很感兴趣，可武家开始追求风雅还有琴棋书画，这真的合适吗？众人一同赏月，敦盛遗憾没能见到平重盛风采。事情已经过去1年了，敦盛其实是平重盛的迷弟来着。不但如此，平重衡走了出来一起演奏，敦盛夸他战士打得不错，但平重衡避之不提，只想当下风雅。平家一手遮天，天皇也被迫移居了福原，法皇倒是无恙，但高仓身体却愈发不适。平德子和法皇聊完之后，又亲自为高仓打善照顾，两人如今相敬如宾。高仓其实以前很倾慕平德子，毕竟她美丽聪慧，但却让高仓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，配不上。此时孩子却突然哭了起来，入夜家主却做了噩梦。奇了怪了，这个画面的建筑是明清时比较夸张的挑檐呐，这里对应的时代不是宋朝吗？家主梦见恶灵作祟，然后却吓退了恶灵。消息传出去之后，次子很是羡慕，敦盛也很钦佩，唯独韦胜面带担忧，这真的只是妖怪吗？次子感慨，可能是福原太过孤僻了，不少人都想重新搬回京都呢。琵琶问次子是不是也想回去见心上人，次子欲言又止。这时侍女说家主想见琵琶，次子陡然想起家主此前想收琵琶走，于是立刻带着韦胜陪琵琶一起去了。即使平重盛走了，琵琶也被他们保护着。不过家主表示想听琵琶弹曲驱邪，既是说自己吃好睡好就不听了。琵琶一演奏，家主就提起了平重盛，说平重盛虽然无趣，但会对自己进言。他们平家好不容易才改变了武士被贵族欺压的局面，靠着财力和武力，终于不再被那群和尚欺负了。此时韦胜欲言又止，要知道现在的平家不妙啊。家主却认为有变革自然会有反对，所以平家应当上下一心，只有在新都才能继续发展，有了钱财便可继续维持治世。然而武士发财其实就是靠武力敛财，平家跻身上流后反而开始追求风雅，唯一一个能打的平重盛还嘎了，没了武力，再多的钱也保不住。所以源赖朝被和尚们找上了门，带来了疑似他父亲的头骨，又表示盛极必衰，没有哪个家族能长盛不衰地存续下去。又问源赖朝要是接手会怎么对待朝廷，源赖朝表示他们源氏一族广招武士，效忠朝廷。和尚便认为一定会有人追随源氏，可源赖朝认为平家家主救过自己，不好造反。但法皇早就写了信让和尚带来，表示平家霸占朝野，目无天皇，要肃清朝廷。于是源赖朝举兵了，并且打着进京勤王的名头。收到消息的平家顿时就慌了，唯一一个武将平重盛去世，家主觉得虎父无犬子，平重盛在韦胜这个年岁早已立了大功，不如这次也让韦胜带兵对战。现场竟无一人敢反对，于是韦胜被赶鸭子上架。虽然主要负责指挥的是大将，但是他们应对匆忙，粮草兵马都不够充足，而且行军疲倦，大家只能暂时扎营在附近等待袁氏过来。然而探子来报，袁氏竟然有20万骑。一见对方举兵越余，四周的袁氏武将都来了。韦胜问大将对袁氏如何看待，下属表示袁氏武将无比悍勇，指挥看出袁胜恐惧，本想劝下属别说了，没想到下属是个实诚的，还表示袁氏射手也很强，自带穿盾。韦胜本就胆小，此刻吓得两股战战，而下属其实是想说的重一些，激起战斗欲望。毕竟如今平家只顾着享乐，丢了志气，却不想是吓破了韦胜的胆量。众人看见对面山头点灯，误以为有那么多兵力，下属让韦胜休息，明早才会开战。谁知当晚栖息在山间湖水里的飞鸟被惊，吓得众人以为是袁氏突袭，还没开打便逃窜离开了。一场大战，两军对垒，结果平氏不战而逃，丢尽了脸面。
就连袁氏都没有想到赢得这么荒谬，家主愤怒不已，甚至准备流放韦胜，处死大将。然而其他人赶紧出来劝阻，要知道大将可是一直跟着平重盛的人，而且韦胜只是被赶鸭子上架，不至于流放啊。次子他们收到消息也是连连叹气，虽然免于流放，但也被革职了。敦盛觉得不急，咱们也能上战场。琵琶看见了白猫，他跟着走进丛林，然后看见愤怒的韦胜在砍树，他想安慰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言想看韦胜再跳一次舞。然而战败的韦胜知道自己是在害怕，他不能再跳舞了，他要作为平家的武士战斗。老三和敦盛在打最近流行的粘球，据说南边的武士把这当做家主的头，他们也是私底下玩玩。现在平家带着天皇他们又迁都回了京都，高仓还是身体不适，平德子一直在照顾，法皇反而十分的健康。家主都怀疑袁氏的起兵和法皇有关，而得知有和尚闹事，于是派了使者过去。毕竟马上要打袁氏，没办法管这边，他特意嘱咐不要动粗，谁料和尚竟砍了使者的脑袋放到墙外示威。于是他一怒之下派出了平重衡做大将，结果寺庙反抗激烈，一直打到晚上，担心寺庙趁夜偷袭，于是在下属的撺掇下，平重衡下令火烧民宅，照亮视线，嘱咐不要烧到寺庙。琵琶梦醒，感觉外头妖风阵阵，睁眼就看见无数幽灵，而大火被风一带，不但烧了反抗的寺庙，还烧了附近的东大寺，整个南方的寺庙被一把火烧光了。家主府长大笑，甚是满意，但季氏十分担心神佛怪罪。这一下家主也有些犹豫了，因为火势燎原，平家又树敌无数。韦胜很是担心，但次子说今天母亲要来，不要妄言，而且不论他们说什么，眼下南部也不会复原了。老三吐槽次子和心上人和好，啥都不在意了。敦盛感慨现在到处都乱，他还想和平重衡一起吹笛呢。可是对方因火烧寺庙内心不安，每天都在吃斋念佛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高仓天皇病重，快嘎了，家主竟然把平德子叫去了宅邸，并打算将她改嫁给法皇，还说他儿子安德天皇还小，有法皇之称还有希望。但令人想不到的是，平德子拒绝了，他表示自己不想当父亲的棋子，而且天皇尚在人世，父亲为何口出狂言，自己一心侍奉高仓天皇，若父亲再这样，他便当场削发为尼，吓得家主只得作罢。这是他第一次反抗父亲的意愿。平德子想守护好儿子安德，高仓也对他说过好话，他虽不认为那是爱意，但两人待在一起那么多年都不是坏人，也就互相扶持了。琵琶离开前看见了高仓的灵魂在保护两人，感慨要是平德子也能看见就好了。之后家主得知又有人举兵造反，感慨自己为平氏做了那么多，最后里外不是人。儿子却打断家主，说要先击败袁氏。家主这才打起精神，但在冬日却觉得无比炎热。大战开始，家主让另一人领兵作战，因为上次的大火，平重衡怎么都不肯领兵了。此时众人收到消息，家主倒下了。明明是在冬日，却热得神志不清，高烧不退。到了晚上，季氏也做了噩梦，梦见了牛头马面奉阎王之命来接家主了，说家主火烧寺庙，当受灼热之苦。于是季氏明白平家大厦将倾，家主留不住了。第二天，他找到了还在高烧的家主，问他是否还有遗言。家主说死后要把遗骨葬在福源大海中，只恨没能看见源赖朝受首，死后也不必给他建神塔，派出追兵绞杀源赖朝，将项上人头摆上祭奠他。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他最后在意的竟然是女儿平德子是否还在生自己的气。最后家主的骨灰被撒进了福源大海。同一时间，平家众人发现家主的宅子烧起来了。琵琶看见了平重盛的灵魂，他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逝去了，他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。此时韦胜杀了过来，问琵琶父亲爷爷都去世了，他眼中平家的未来会是怎样的？因为追随袁氏的人越来越多，他只是想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但次子却说他就是这样才会被鸟惊吓到，即使知道了未来也不会有所改变。老三本来想劝，但韦胜自己冷静了下来，他对琵琶道歉，
然后转身离开了。之后次子却突然开口，说自己早就讨厌琵琶的异同了，所以他让琵琶离开平家。老三欲言又止，但琵琶知道次子是不想让平家牵连自己，所以琵琶带着猫和琵琶离开了。之后法皇见到平德子，平德子从幽禁中出来，家族为了稳固法皇的支持，于是让平德子同父异母的妹妹嫁给了法皇。平德子不想再被随意摆布，他见过太多人因为欲望而身不由己了，所以他去见了那位妹妹。她们是女子，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。法皇叹气，平德子是温柔坚毅，但可惜她早就被拖入了泥潭。琵琶离开平氏后，去了知王和福玉简那里，结果只见到了知王的妹妹，因为那俩人已经去世了。而之前有一位白拍子曾经来见过他，妹妹发现那人有和琵琶一样的眼睛，于是决定帮他写信问问。平德子也没见过琵琶，只知道他不好再与平氏牵扯。而琵琶一路弹奏讲故事，靠普通人的西周阶级，准备前往越后地区。听说母亲似乎在那里，但有人说袁氏的武士在流窜，此前还输给了平氏。袁赖朝此时很受打击，但是他的正室北条政子可不简单，在北条的鼓励下，袁赖朝才打起勇气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伙举兵对抗平氏的，竟然也是袁氏一族的后代。不过此人叫木曾义重，他的父亲和袁赖朝的父亲抢夺家主之位，结果落败，老臣带着他躲了起来。听说袁赖朝打了败仗，义重决定也和平氏交手，让世人知道袁氏有2名猛将，甚至连他的妻子巴玉前也决定加入战局。平氏家主死后，他和季氏的长子平之盛就成了家主。然而这个也是个立不住的，一家人正在商议如何对战袁氏，因为之前的一名大将在越后战亡故了。听说在追击义重队伍的时候，突然天降大雷，有人在喊平家焚毁金身，速拿下此党羽。琵琶打听这人的侧室中是否有人和自己眼睛一样，和尚点头，是有个浅聪夫人，据说是来自京都。大人亡故后，浅聪夫人就回了京都。而此时的京都内，在平之盛的带领下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唯独平重盛一脉实在是看不下眼。韦胜更是知道义重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武士响应，再这样下去，不等袁赖朝入京，义重就要先杀过来了。可叔叔只知道享乐。第二天，次子听说老三和敦盛准备搞流水宴，就是在河流中放上酒盏，飘到谁那就作曲一首，说是平之盛准备举办这个宴会。原来是曲水流觞啊，源自西周初年，除了玩也有祈福的意思。可惜祈福无用，不管是中国古代还是日本古代，王朝末期总是弥漫着一股奢靡感。听说此时的韦胜比此前还要勇猛，已经收回了一座城池，马上次子也要去参战了。老三觉得10万对5万，优势在我。飞龙骑脸，你告诉我怎么输啊？而义重却在韦胜领兵的路上放狠话，表示明天一定会和他们决战。韦胜手下的人晚上还感慨，本以为是个粗鄙之人，没想到还会阵前报名，但言语中却是鄙夷和嘲笑。不过韦胜却认为，对方既然能收服北地，必然不是普通人，准备今晚休息，明早在开阔地开战。毕竟他们的人太多了。然而义重早就偷听了去。当晚众人就听见了喊叫声，这一幕很是似曾相识。当初鸟惊丢人，如今对方当真夜袭，让1万大军混到了后方，强行驱赶不明真相的韦胜一行人进入了狭窄的谷底。平家回头的时候，竟然被前后夹击，慌乱之中落马踩踏，甚至进入古道跌落悬崖。平家前后7万骑都埋葬在了这个深谷之中，敌众我寡，却自乱阵脚，然后白白葬送。平家经此一战元气大伤，最后的荣光也消失了。义重也就此打入京都。在韦胜看来，那天晚上简直就是地狱。此后消息传了出来，平之盛准备带上平家，让陛下和3神器一同离开京都。严立嗣也和袁氏站在了一起。平之盛表示，当然只是现在迁都而已，之后他还会举兵打回来的。他们要带小天皇前往福原，不过小孩并不愿意去，但是因为母亲平德子要离开，他只能答应。
次子还和侍女有来往，不过对方不打算离开。次子叹气，这京都都要变成源氏的天下了。平德子摇头，并非如此，殿下在哪里，哪里才是都城。为母则刚，不外乎如此。他只想和这个孩子安稳度日即可。而另一边，法皇并没有跟着离开，听说要迁都，他早就带着夫人躲到了鞍马寺内去了。敦盛想继续和义仲那边对打，但是家人都说不可能，因为没了义仲，还有源赖朝和寺庙的和尚，他们只有撤离这一个办法。韦胜没死，他回到家本来也该跟着一起离开京都，但是看着身后的妻儿，他想起自己指挥不当害死的7万人，实在觉得无颜面对平氏一族。但老三他们劝阻，不是这样的，平之盛这个弱智走就算了，他觉得源氏入京要占便宜，一气之下放火烧掉了京都，这下彻底失了民心。迁都到了福原，但那里早就一片荒凉，因为是和宋国的贸易港口，这里的建筑几乎都是中式风格，说是闲置了3年，先休整一下，明天再坐船前往九州的太宰府。平德子松了口气，那么远，义仲一定追不过来了。而老三在海边看到了敦盛拿着笛子，想当初他们在海边载歌载舞，日子恍若从前，可为何瞬息之间就变成了这样？他们的平氏如丧家犬一般被赶了出来，10万雄兵只剩7000人，接下来要如何对敌？敦盛表示他愿意参战，可再也没能吹响笛子，因为此情此景太过寂寥，不管吹什么也只是徒增伤悲。第二天，众人乘船前往太宰府，平之盛这败家玩意儿走时又是一把火，彻底烧干净了家主建的福原。大船随着海浪一起去了九州，而义仲入驻京都，琵琶也回来了。结果在路边看见武士欺压百姓，正如当年琵琶和父亲看到的平氏秃童一样，历史只是在不断的重演罢了。琵琶本想阻止，但根本不是对手，眼看武士就要砍他，这时几个白衣人钻了出来，和另外2人救下了猫和琵琶。他们收留了琵琶，还请他吃了饭。原来3人也是白拍子，3人分别叫禁欲前、月、民。3人还让琵琶给他们弹曲子，琵琶弹奏，3人起舞，看得琵琶都愣了一下。3人玩水的时候，让琵琶想起了当初的韦胜他们。禁欲前表示，要是没地方去的话，不如就和他们一起吧，去看看他们表演的地方。而且禁欲前还说看见过和琵琶一样的眼睛，据说人现在在丹后。而义仲带的下属毫无仁义，入驻京都后打家劫舍，欺男霸女，口口声声大家为我打天下，总得拿点好处吧。但法皇却怒了，认为自己下令要求源氏驱逐平家，可现在小天皇和3神器还在平家手上啊。现在平德子和小天皇被困在九州，据说法皇在京都另立了天皇，是已故的高仓天皇和直子夫人的孩子，被称为候鸟羽天皇。当然平德子不会承认天皇只有1位，他是高仓的正室，不会认可别的孩子。甚至连当初追随平重盛的绪方竟然也在招兵买马，似乎打算接受上头的指挥，剿平氏。次子找到绪方问话，对方却说法皇有命，不得违抗，他也不想做绝，不如你们平氏离开九州吧。知道消息的平之盛愤怒不已，他们先失京都，再丢福原，现在还要被九州驱赶吗？不行，这样也只有一战了。老三很是憋屈，连追随父亲的人都叛变了，那他当初学的那些诚实、正直、恩义，岂不是毫无意义？次子难堪地转头问老三，你觉得这些东西我们平氏什么时候做到过？哥们，骗骗兄弟就好了，别把自己也骗了哈。之后法皇收到消息，平氏进攻绪方未果，只能狼狈撤离九州，徒步去别的地方了。路上大雨倾盆，连马车都没有一辆。平德子的草鞋还坏了，他对侍女们很好，背上还背着小天皇，准备去河边洗漱，并告诉小天皇没关系的，很快就到了。老三大受打击，不愿再行动了。他不知道他们能走到哪里去，仿佛这天下所有人都背弃了平氏，追随源氏了。即使敦盛再出言劝阻，他也听不进去了。他们平氏已经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了。琵琶和金玉前他们在海边，他听闻平氏一族也在大海上漂泊。金玉前也感慨，是啊，
当年在京都坐拥那般权势，没想到会沦落到这般下场。琵琶捂住眼睛往海面上看去，只见平氏跋山涉水去了落脚点，但那里依旧不欢迎他们，岸上有敌人来犯，他们也只能躲在船上休憩。敦盛说老三称他们的情况是丧家之犬，此时却听见了老三正在吹笛的声音。琵琶听见了也看见了，他下意识朝海里跑去，只见老三吹笛结束后竟然毫不犹豫地投河了。琵琶当即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而敦盛和次子他们听不见，回过神赶紧点灯打捞老三。琵琶泣不成声，不管是平重盛还是别人，他什么都做不到。琵琶哭了一晚上，眼角红肿，被禁欲前他们带到了一个茅草屋那里。原来他们一直在陪琵琶寻找母亲，这个草屋就是琵琶母亲的位置。开门的瞬间，他看见一位白发夫人，对方一双瞳孔和琵琶其中一只一样。原来浅聪夫人并非真名，浅聪是琵琶母亲给她取的名字，因为琵琶父亲害怕她眼睛的颜色，所以他用了浅聪这个名字。浅聪说他一直能看见琵琶，琵琶问他看得见为何不来找他们，浅聪泪流满面，他说是自己抛弃了两人，追随了那个武士。琵琶叹气，早知自己就不来了。他起身准备离开，浅聪说自己错了，希望他能原谅，但很快又说不原谅也没关系，很感谢他能来看自己这么不争气的娘。琵琶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，浅聪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到，但是他一直在为琵琶和他的父亲祈福。琵琶愣了一下，然后闭上眼睛，看见了平重盛他们，他明白还可以为人祈福啊。于是他和浅聪告别，表示自己要去见证平家的末路，带着祈福的心演奏琵琶为平德子祈福。他也找到了自己的路。之后元赖朝收到情报，平氏在海面上击退了义仲的军队，看起来已经是背水一战，似乎十分勇猛。但随后法皇便让义仲去剿灭平氏，义仲说可以，但你得封我为大将军。法皇大怒，拒绝了，还让僧人去攻打义仲。结果义仲一怒之下烧掉了法皇的住址，大喊我可是攻下京都的人。法皇落败，只好请求元赖朝帮忙。据说义仲还想打败元赖朝，成为元氏的掌权人。元赖朝只好出兵，下属提议派他弟去。正妻北条政子也表示一定要打，最好还能把他第9位弟弟元义经派去。呵，一看这颜值，真正的战神主角登场喽！之后义仲在和元氏的战斗中被一箭射穿喉咙。都说了，一盔一带，安全常在，你看看。而元氏之后就要去进攻平氏了，禁欲前他们准备留在京都，只能和琵琶告别。但愿这元氏不是暴乱之徒吧。临走前，次子相好的侍女也看见了琵琶。元氏在元义经的带领下奇袭平氏，次子战败逃走，敦盛带着其余的武士驻守。元义经下令全军奇袭，既然鹿能通过山岭，马也能过。语气轻描淡写，却是杀伐果断。平氏反应过来时，已经被奇袭落败了，所以平氏只能撤回海上。但是敦盛想起老三留下的笛子，他回去找到笛子再撤离，却被敌将叫阵。敦盛本就耿直，于是下马迎战，重伤敌将，却被对方以一换一。那人反杀，却见敦盛也不过15、17，样貌秀丽，本不忍心想手下留情，可身后援兵已到，敦盛也让他取下自己首级，这样方可出人头地。他也发过誓，要在战场上以武士的身份堂堂正正的对战，所以那人手起刀落，敦盛便没了性命。琵琶看在眼里，平氏的故事他会传唱下去。琵琶到了福原，但平氏只剩最后一口气了，谁也不知道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何时会出现。韦胜一蹶不振，远离京都和平氏，不再出战。平重衡被抓去游街，法皇要求用3神器来换，但平之盛他们知道，即使3神器带走，也换不回平重衡，不如留在这里守着小天皇，因为天皇所在便是皇都。次子将这些事告诉给韦胜，韦胜觉得自己也一定会掉到地狱去，他真的很害怕，甚至觉得老三投海的时候和自己是一样的心情。平重盛的后代竟然只有以往最调皮的次子还能坐镇，韦胜
已经是彻底的颓败。平重衡虽被抓到了源赖朝那里，但是输人不输阵，他和哥哥平重盛还是有几分相似的。源赖朝和北条平家称其为牡丹花，而正是北条表示，你不会想放走平重衡或者平氏一族吧？别忘了当初平家留了源氏一族，如今覆灭平氏的可不就是源氏吗？小心有人可怜，历史重演呐！源赖朝喝下酒，决定当断则断。之后平之盛得知惟胜下落不明，认为其应该是丢下平氏一人逃命去了，于是次子找到了平德子，因为平德子当初和法皇关系不错，希望平德子写信祈求法皇宽恕平氏一族，只要源氏不再进攻，他们平氏就还有机会延续。但平德子早已见过太多人和事了，法皇和家主是同类，都不会轻易宽恕威胁自身的人，但他也不会看着平氏灭亡，因为他也保护着小殿下。而惟胜竟然去了寺庙，准备削发出家，并问自己逃避是否可耻。和尚表示，你所经受的苦难或许在别人看来不值一提，但并不代表你就能承受，既然不能承受，那就放下吧。于是惟胜在大哭过后，放弃了父亲留下的小乌丸，做了个行僧，从此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而琵琶却来见他了。琵琶问他为何不躲起来，改名换姓继续生活呢？惟胜摇头，竟和当初一般温柔。他说琵琶有一双和父亲很像的眼睛，琵琶说会把他的故事也传唱下去。惟胜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而琵琶却看见了惟胜在佛经声中带着一丝颤抖，选择了自戕。琵琶忍住眼泪，他到最后还是那么胆小呢。之后禁欲前他们受邀去法皇面前献舞，法皇收到了次子的乞求信，正如平德子所说一般，法皇不屑地让人拿去烧了，随后转身就去见了新的爱臣源义经，并且还邀请源义经留下一起观舞。源义经作为曾经的京都子，很快就让京都复苏了。而之后的宴会上，源义经和白拍子的禁欲前对视，他竟然是一见钟情了。禁欲前有些羞涩地转头离开。此后次子仍然没有收到法皇的书信，但他知道惟胜出家投海的事情了，因为其中一个下属没敢一起殉主，独自返回并找到了次子。次子也没有生气。次子在池水边见到了琵琶，琵琶从京都带来了次子相好写的信件。次子高兴的同时，也问琵琶能不能帮他捎信回去。琵琶拒绝，表示要留在这里见证平氏的结局。次子感慨，见证平氏骄奢淫逸的下场吗？但琵琶却说，他想将平氏的故事流传下去，所有人都会出现，也包括次子。小天皇很喜欢琵琶，还和猫玩到了一块儿。平德子很高兴琵琶回来找自己。琵琶说他见到母亲了，也了解了为人母担心孩子的心情。平德子看着儿子，露出了笑容。此后源氏军队还没有攻下平氏，于是有人提议，不如派遣源义经去。禁欲前一直没精神吃饭，因为他很担心出征的源义经。源义经一战，直接把平家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打没了。平德子再次抱着小天皇逃到了海上，源义经甚至带着70人将海上的平家逼得不敢上岸，平家甚至举扇示威。没想到源义经这猛将一箭穿扇，法皇大笑，这下终于能拿回3神器了。但下属却说，源氏似乎有意要让平氏灭亡，所有平氏人都被斩于刀下，并且在不断追击。琵琶拨动琴弦，如泣如诉，讲述着那场战役。平家退无可退，大将举战，无需顾及生命，但要保全民节。源义经带3000船，平氏1000，两方在海上开启了战斗。法皇哈哈大笑，觉得天气正好，3神器终于要回归京都了。海战确实是平家目前擅长的，利用海上漩涡，先是打了源氏一个措手不及。平之盛听说占据上风，于是主动出击。而平德子和小天皇所在的船上，小天皇吵闹着要去看现场，但琵琶说，你要是不怕痛就去看。此时次子他们的船已经抵住了源义经的大船，下属表示战船被潮汐带动，难以前进，不如暂退。然而天意弄人，也不知是不是平氏烧的寺庙太多了，此时云雨堆积，风变了，海中出现了大量的海豚。平氏阴阳师说，
如果海豚去了袁氏，则袁氏灭亡；若是来了他们这边，他们就完了。此时平德子已经在琵琶的帮助下开始编发了。袁氏的旗帜被吹飞了，然而飞的方向竟然是平家那边。平之盛惨叫一声，风已经朝着他们的方向吹了。于是潮流转变，袁义经直接成了顺风局，大船碾压他们，轻而易举。不但如此，还有其他武士也来助阵了。平之盛他们溃不成军，逃回了季氏的船。听闻战败，只是送小天皇回京上位给候鸟与天皇。平德子松了口气，没有性命之忧就好。但是季氏不能容忍，他们平时颠沛流离，付出如此大的代价，却要将三神器和天皇之位拱手让人。要是平德子被抓，说不准也会被逼嫁给袁氏的人。此时袁义经收到平氏俘虏的消息，天皇和平德子夫人并不在大船上，于是主动攻击了大船。见大势已去，守军只能撤退。季氏知道战败了，表示他们绝不能坐以待毙，于是牵起已经醒来的小天皇。迷茫的小天皇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，季氏让人去取三神器，然后带着小天皇去了船头。琵琶想阻止，但他知道历史无法改变，而平德子就站在两人身后。他将石头揣进怀里，竟是打算暴尸沉海，保全最后的骨气。到底是武士之女。在琵琶的琴声中，季氏和平德子先是将小天皇朝拜，然后安慰他，波涛之下亦有皇都。最终如同命运一般，所有的侍女们也跳下了海，最后的就是平德子。所有人目瞪口呆，看着平德子坠入海中。武士们猛然回神，赶紧去捞平德子，而琵琶也立刻坐起，不对，平德子的末路不在这里。正好武士捞起了平德子的编发，琵琶也抓住了德子，说他会一直活下去。他说自己继承了平重盛的眼睛，大家都看见了，德子还活着。德子被拽了上来，但小天皇已经没了。之后武士们在袁义经一行人惊讶的目光中，接连选择了沉海自杀。见证了这一切的琵琶，却因为干预未来而失去了大半的势力。都说天机不可泄露，这是他要付出的代价。而平德子最终被送去了寺庙，落发为尼，并且在那里见到了法皇。法皇感慨，她曾是天皇之妻，恐有不便。平德子说，一开始她也想过，可她当过平氏的女儿，做过天皇的妻子，还诞下过继承人，置身于荣华富贵中，她享受了很多幸福生活。同样，她逃离京都，经历迁徙、战役，在海上漫无目的的飘荡，口渴缺粮，胜者生，败者亡，也亲眼看见了族人和孩子的离世。世间的极乐他享受过，世间的痛苦他也经历过了，没有什么苦楚还会让他为难了。平德子说，海下似乎有一座龙宫，如今他只能为自己爱重的人祈福，有人教会了他这个道理，而平氏的故事也被那人流传了下去。虽然平氏一族消失了，但他的故事会继续传唱，历史的滚滚车轮也不会停下。要知道，骄奢淫逸难自持，盛极必衰是常态。头发苍白的琵琶将平氏的故事以琴声传唱给了世人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小白爆肝队3号机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